当地时间5号，德国联邦政府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总理舒尔茨在首日会议结束后，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召开记者会，强调提高欧洲竞争力的重要性。不过，就在2天前，舒尔茨刚刚访问美国，并与拜登进行了一次神秘的闭门会谈。有分析认为，美德在援乌坦克、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等议题上矛盾重重，但作为美国的小弟，德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颐指气使却无能为力。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信息，5号下午的闭门内阁会议围绕变革和信心的时代主题展开。6号的议程则主要涉及能源转型、数据政策和人工智能。舒尔茨和冯德莱恩就处于转折点的德国和欧洲的经济前景发表讲话。舒尔茨介绍称，德国正处于巨变时期，所以此次内阁会议重点聚焦如何在10年内推动工业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据他透露，与会人员讨论了如何长期保持欧洲的竞争力，怎样作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更好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等话题。舒尔茨认为，欧洲眼下正面临重重危机，当务之急是阻止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进程。冯德莱恩也表示，共同应对气候变暖至关重要。他指出，欧洲企业的能源支出很高，想要提高自身竞争力和保持在绿色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就必须不断优化框架条件。对于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在冯德莱恩看来，其明确服务于购买美国产品的宗旨给欧洲造成了一定困难。按照冯德莱恩的说法，当天的会议明确了必须与美国就此展开谈判，确保欧洲的汽车企业在美国享有同样的税收优惠待遇，以及加强欧洲对清洁科技的投资等内容。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呢，咱们现在看得见的是欧洲的这个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联络已经完全被切断了。那么现在美国成了欧洲能源的这个最大的供给者。那么从美国来说呢，实际上面它已经控制了欧洲的经济命脉。这个是其一，其二呢是美国现在在国内，就是不加任何掩饰的在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然后这个大型保护主义。那么这些我觉得没有一条是欧洲人可以改变的。那么他改变不了，那么他怎么样提高欧洲的竞争力？我想呢，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然呢，有这个态度总比没有要好。值得注意的是，2天前，舒尔茨刚刚对美国展开了一次神秘的访问。这次访问没有任何媒体、商务代表团和内阁部长随行。舒尔茨与拜登会谈后，也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媒体纷纷质疑这次神秘访问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据德新社报道，舒尔茨3号与拜登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但在仅有的会前4分钟公开露面中，双方发表了一些合作愉快之类的官方讲话。在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拜登称要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舒尔茨仅表示将继续支持。 Beyond your military support, the moral support you gave the Ukrainians has been profound. It's been profound. And you've driven historic changes at home.And, increasing defense spending and diversifying away from Russian energy sources. I know that's not been easy, very difficult for you. Together we work lockstep to supply critic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And at this time,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give the messag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s long as it takes and as long as it is necessary, and that we are ready also for staying.With the Ukrainians as long as it is necessary. 随后2人开始闭门会谈，并再也没有对外界透露谈话具体内容和细节。美联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拜登和舒尔茨的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讨论重点是继续推动对乌克兰的全球援助。不过，会谈甚至连舒尔茨的高级顾问也不被允许参加。当2人的会谈结束时，拜登半开玩笑地说，2人解决了世界上的所有问题。2国会后虽然发布了官方声明，但几乎没有提供更多谈话细节，更没有披露任何可能达成的协议或计划。虽然拜登称美德在所有方面步调一致，但不少分析认为美德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实际矛盾重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在2国国内反对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尽管双方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但在相关细节上仍互相推诿。不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声称，美方在德国苦苦相逼之下同意对
对乌交付 M1 主战坦克，德国政府立即驳斥了美方的说法，并且在不久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留斯不点名地抱怨，在援助坦克方面，有国家更愿意躲在德国后面。我想越神秘低调的会谈呢，谈的问题应该说是越敏感也越重要。这个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应该就是对乌克兰的这种持续的援助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豹2坦克已经到了乌克兰，但是 M1 主战坦克按照美国的这个计划，最快也要9月份才能够到乌克兰。我觉得这种做法其实不是盟友之间的相处之道。去年9月发生的俄欧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是美德之间又一分歧点。在舒尔茨访美前，德国多名议员要求舒尔茨在与拜登会谈时必须对美方采取强硬的措辞。不过，公开信息来看，会谈并未提及北溪事件。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德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半年后仍保持沉默，对美国的附庸立场不允许柏林谈论谁是幕后黑手。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被锁在华盛顿的轨道上，这将使德国未来走进死胡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在德国总理舒尔茨访美与拜登进行会谈之后，外界都在质疑这次神秘访问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您对此如何看？我注意到有观点认为，舒尔茨这次访美，第一是极其罕见的没有带代表团与随行记者，第二是与拜登会谈期间没有顾问在场，甚至也没有现场录音。第三是会后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联合公报。这是因为德美两国在经贸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尤其是德国与欧盟对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非常不满，以至于舒尔茨不待见拜登，拜登也不理于舒尔茨。我认为这个看法完全不着调，是在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方式故意放大德美之间的经贸矛盾。事实上，假如舒尔茨这次访美真的是为了跟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叫板，那他不仅会带上记者与企业界的代表团，而且一定会召开记者会，公开两国的矛盾，以安抚国内的不满声音，同时向对方施压。而在我看来，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德美之间的经贸矛盾或许是件大事情，但在危机爆发之后，安全问题就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情。舒尔茨与拜登的会晤越是神秘，参与的人员越少，越说明他们正在谋划今天的大事情。这个今天的大事情，既不是美德谁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坦克这样的战术性问题，也不是谁炸了北溪管道这种已经成为了过去时的问题，而是事关未来乌克兰危机走向的战略性大问题。毫无疑问，它将会涉及北约如何帮助乌克兰最终赢得战争胜利，以及战后如何处理跟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关系问题等等。在舒尔茨与拜登的闭门会晤之后，虽然白宫发布的新闻稿中没有提及中国，白宫国安委发言人科比却透露，双方商讨了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的问题。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相信舒尔茨与拜登的闭门会晤一定会谈到中国，但是鉴于当前中美俄欧四边关系正处于非常复杂微妙的状态，双方又一定会避免在公开场合刺激中国。我们知道，拜登政府的对欧战略有着两大目标：一是修复被特朗普破坏了的美俄关系，并复活已经处于老死亡状态下的北约；二是将开启重启后的美欧联盟与北约，用来制衡中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拜登政府的这两项战略目标实施的并不顺利。俄乌冲突的发生，让拜登政府侥幸地实现了修复美欧同盟关系与重振北约的目标，但是对于是否要跟在美国后面对付中国，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仍然心存顾虑。特别是去年以来，中欧关系持续转暖，包括舒尔茨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已经实现了缓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近来才加大炒作所谓的中俄靠近，企图离间中德与中欧关系。所以拜登这次关起门来跟舒尔茨密谈的目的之一，很可能就是要进一步加深德国的对华疑虑，以最终实现其拉拢欧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战略目标。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对于去年12月一架 F35B 战机坠毁 ，F35战斗机联合项目办公室近日确认，安装普惠 F135发动机的 F35存在抖动问题，也就是心脏病，建议在未来3个月内对已停飞的 F35进行翻新。接连发生的离奇事故让缺陷多、花费高而饱受诟病的 F35更加备受质疑。去年12月15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表声明称，一架 F35B 战斗机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海军航空站联合储备基地坠毁，飞行员安全弹射。这架 F35B 尚未移交给美国军队，涉事飞行员是一名试飞员。该机当时在跑道上进行悬停飞行，进行垂直降落时直接接触到地面后猛地弹起失控，突然机头朝地，折断前起落架，在地面擦脸旋转冲出跑道，飞行员安全弹射逃生。值得指出的是，这是当时美军 F35B 在半个月内发生的第2次事故。12月1号，在驻日美军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一架美军 F35B 也发生事故。起初，该 F35B 疑因电力问题被迫降落，随后在跑道上被牵引时，又由于起落架发生故障，机头砸向地面。迫于舆论压力，事故发生后 ，F35战机联合项目办公室发布指导意见，若干高风险 F35被停飞，但拒绝透露具体有多少架无法飞行。飞机制造商洛马公司也宣布暂停交付 F35。该公司3月2号证实，交付工作目前仍未恢复。F35战机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月发布的声明中建议，在3个月内对2022年12月以来停飞的 F35进行维修，短期解决方案可以在4到8小时内完成。但是声明未详细说明解决方案，只是说这个方案减轻了发生谐波共振时的风险。觉得不是翻新，叫大修。大修就全面的、彻底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隐患。这种隐患虽然出现的概率低，但是一旦出现，后果非常严重。一般的抖动肯定是不舒适严重的抖动，整个就飞机姿态失控，造成机毁人亡。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3号的报道 ，F35患上心脏病是由于普惠公司 F135发动机的设计能力已经无法满足 F35战斗机性能升级的更高要求。报道称，普惠公司负责 F135项目的副总裁珍·拉特卡2月28号说，这个问题非常罕见，并表示在这个抖动问题出现之前 ，F135发动机已经完成了60万小时的飞行。他补充说，发动机内部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只是出现了多重参数才会发生危险的抖动。他没有指出这些参数是什么。拉特卡称，在去年12月15号的事故发生前，普惠就已经处理好了 F135发动机的共振问题，但他解释说，涉事的那台 F35B 发动机的故障涉及某些新的方面。有消息指出，一旦 F135发动机升级不成功，新的 F35战斗机或将安装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主推的以 XA100为基础的自适应发动机。值得指出的是 ，F35战机不仅患有心脏病，其他毛病也是一箩筐。2011年 ，F35战机服役伊始，便被爆出发动机故障、润滑油泄漏、机翼折叠装置和集成电路系统出现故障等问题。2014年，该机舱尾发生起火事故。2016年，该机隔热材料出现破碎及剥落，导致油箱受损。2017年，该机被曝供氧系统故障，导致飞行员舱内缺氧。2018年，因发动机油管故障，该机首次发生坠机事故。2020年，该机被发现超音速状态飞行下尾焰灼烧，会使机体损伤。上述故障事故均造成 F35不同范围内的停飞，但这些明显缺陷都无法阻止美国把它卖给盟友国家。洛马公司研发的 F35共有3种型号，已经在全球交付了超过890架，包括为空军设计、仅可在一般跑道起降的 F35A， 为陆战队设计、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 F35B， 以及为海军设计、可在航母甲板起降的 F35C。随着 F35部署版图不断蔓延，严重的坠毁事件频频登上新闻版面。比如，2021年11月，英国海军一架 F35B 从航母上坠海；去年1月，韩国空军一架 F35A 机腹着陆；同月，美国海军一架 F35C 在降落时意外撞上航母甲板坠海。分析指，频繁的坠毁和停飞让美军及盟友的空中战力受挫。近年来，美方一直忙于给 F35战斗机打补丁，即便经过多轮修补，该机仍有数百个问题未能解决，其中包括多个威胁飞行员生命的 A 类缺陷。
它频繁出现这样比较严重的事故，像日本、韩国，包括以色列，都因为F-35出现事故，造成大面积停飞。但是不得不说 ，F-35是当下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我个人应该认为是唯一一款现货的隐身战斗机，第5代战斗机。大家知道中国有歼20，但歼20没有明确说出口。俄罗斯有苏57，有苏75，但是装备量很小，并不成熟。阿联酋据说不选 F-35，它只能选法国的阵风。阵风不隐身，而且价格据说比 F-35还便宜不了多少，甚至于差不多。所以当下可能虽然对盟友有影响，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购买 F-35。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据美国媒体报道 ，F-35战斗机联合项目办公室近日宣布，所有 F-35战斗机应当在90天内进行检修，以期解决发动机抖动隐患。这很可能意味着全球各国军队的 F-35战机都将面临停飞。那么这款战机遇到了什么问题？是的，梅西。用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新闻，就是在美国国防部的要求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布公告，召回全球几乎是所有已交付的 F-35战机，请用户们把战机开到指定的 4S 店进行全面检修。对于汽车这种消费品而言，召回可能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对于一款单价接近1亿美元的先进战斗机而言，如此大规模的召回就是一个大新闻。它首先意味着全球至少10个国家的空军、海军用户会受到影响，日常的飞行训练、任务执行都成问题。远的有英国皇家海军的航母，近的有美国海军正在中国周边海域晃悠的2栖攻击舰。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些国家根本无力申诉，也无从抱怨，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用 F-35。这款战机在设计之初，美国就拉上了一大堆盟友，美其名曰联合研制、联合生产，降低成本。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阳谋。美国用一款看似先进的战机，阉割了一众盟友国家的航空工业。潜台词就是：你们就别折腾隐身战机了，通通都来买我的就好了。F-35身上不乏酷炫的标签，比 F-22更先进的隐身战机。全球产量最大的隐身战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但 F-35的负面新闻也一直没有停过，光是停飞这个关键词就能勾起我的许多回忆。回看过去10年 ，F-35战机先后因为发动机叶片出现裂痕、机油管路泄漏、冷却液管路泄漏、座舱供氧系统故障、弹射座椅故障等一系列问题被迫停飞。这一次的停飞原因源于去年12月15号在德州沃斯堡基地发生的一起坠毁事故。那架 F-35B 在垂直降落的过程中发生重着陆，弹跳而起的机体力矩失衡，整架飞机忽然抽风似的差点倒扣在跑道上，所幸试飞员及时弹射逃生了。事故发生后，美国国防部立刻下令停飞所有 F-35B 战机。要知道，远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一艘满载着 F-35B 战机的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正在执行所谓威慑中国的巡航任务。美国军方不能承受再有一架 F-35战机在中国家门口坠毁带来的舆论压力。那 F-35战机服役以来，为什么频频掉链子？制造商又是如何处理问题的呢？如果单从性能数据上看 ，F-35战机确实是很先进的隐身战机，但是作战部队更看重一个数据，那就是可出动率。据美军自己公布的数据，2020年美军 F-35战机飞行中队的平均完成任务率大致是39%，远低于预期目标，也远低于那些从指标上看没那么先进的3代机，比如 F-16、F-15。这还是在美军没有介入大规模战争的所谓和平年代。面对恶评如潮 ，F-35的制造商洛马公司着急吗？我个人认为他们并不着急，因为眼下的这些用户别无选择。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全球有17个国家采购了 F-35战机，还有一些国家正准备采购。这是一个彻底的卖方市场。与其说 F-35有多先进，倒不如说采购美国战机本就是等价兑换一张盟友俱乐部的入场券。F-35事故频频，倒是也让我见识到了美国军工复合体强大的应急公关和游说能力。防务新闻网站发布 F-35战机全球召回新闻的正上方，恰好就是 F-35战机引擎制造商普惠公司的宣传广告。点进去一看，网站自动链接到了普惠公司给 F-135
引擎进行核心升级的介绍页面，里面还开设了一个专栏，名叫“关于 F135发动机不实指控的逐一驳斥”。你五角大楼不是说发动机共振导致了坠毁事故吗？好，那我就逐一进行驳斥。防务新闻网站今年2月专访了美国众议院军备委员会战术空军和地面部队小组的主席罗伯·惠特曼，请他仔细讲了一下 F35战机坠毁的事故调查进展。在这个3分半钟的专访里我听到了一个美国政客非常娴熟地替军工企业逐一挽尊，仿佛谁都不需要为战机坠毁负责，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了。在这则专访的新闻页面里我再次看到了普惠公司的广告，slogan 非常响亮 ，The only trivalent solution， 世上绝无仅有的3合1战斗机动力解决方案。吹嘘的是 F135发动机适配了 F35战机 A、B、C 3种型号。从新闻源头上进行公司形象维护，瞧瞧人家这公关的效率。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号巨轮正沿着高质量发展航向扬帆远航，行稳致远。3月5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同时，习近平强调，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底气从何而来？如何看待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怎么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有地方花？面对这些重要问题，国务院新闻办6号上午举行记者会，传递重要信息。6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权威部门划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有关情况，并就诸多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做好质量统一的大文章。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晨星表示，这个目标符合经济运行走势和经济发展规律，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各个地方发展的信心和劲头是很足的。我们呢也做了一个统计和分析，31个省区市呢，有27个定的目标是超过全国的，这其中呢有23个是定在了5.5%或以上。所以说各地的发展信心，我想呢，采取的务实的举措，为全国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谈及当前经济走势，赵晨星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优化调整，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中国人流物流加快恢复，经济运行稳步改善。充分的说明，我国经济呢确实是韧性强、潜力足。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已显示出良好复苏势头。在此背景下，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政府工作报告再提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春节以来，我国消费加速恢复，当前一些制约消费释放的不确定因素正在逐步消除。随着消费潜力的快速释放，上半年消费领域主要指标增速有望逐步回升。展望全年，消费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下一步将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和扩大，制定出台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文件，研究制定关于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的政策文件，同时也会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消费能力来自于就业，来自于收入的分配。所以说，一定要创新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的促进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做好基本消费品的保供稳价工作，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
没后顾之忧，敢消费。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供链网络，使得中国持续成为外资所青睐的投资热土。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276.9亿元，同比增长14.5%。而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首次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6.3%，引资规模依然保持世界前列。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杨应凯表示，今年在吸引外资方面，国家发改委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全球投资者来华投资提供支持，不断推动吸引外资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向来是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行动派，我们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外资深耕中国市场，也欢迎全球的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欢迎进入大使的见证。党的20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世界各国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又将为世界带来怎样的机遇？今天与我们一起见证这段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是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费尔南多大使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和拉美距离虽远，但“一带一路”正在让双方越来越亲密。Sir, my name is Fanny. Nice to see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Thank you. Thank you. 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来华超10年，在任期间，他见证了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的努力和成果。中共20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费尔南多大使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概念。他表示，他本人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见证者和亲历者。But we can anticipate that this new path of modernization is going to have at least two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s. One is a lo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lements to mak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 a more robust one. And the second one is a lot of digital economy into the mix of measures and ideas for this new modern China. And I think both aspects constitute a very good news, not only for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we are all interdependent and we need to continue to see China as the motor of global economy. 春节以来，中国经济强劲复苏，让全世界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澎湃动力。费尔南多大使表示，经济复苏将是2023年的主题，而中国引擎的高速运转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Because I think we all need internationally, after those years of pandemics and war in Europe, to have positive indications that the eastern part of Asia and mainly China could also lead the world into going back to economic growth. So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see the indications of more growth into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f 2016年，中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乌拉圭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中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乌拉圭第一大贸易伙伴。费尔南多大使表示，两国建立了不断深化理解和信任的健康关系，经济合作驶入快车道。We have a lot of politic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also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business communities of both sides. Our trade has grown not in 35 times but in 60 times, which proves that we have a very healthy economical and trade relationship,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35年来，乌拉圭的每一任总统都来华访问。上世纪90年代，时任乌拉圭总统拉卡列曾到深圳访问，他当时就指出深圳大有可为。今天，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由深圳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构成了智慧交通的重要元素。费尔南多大使表示，
中国，尤其深圳，是全球绿色能源产业的先锋，有助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henzhen is a champion in e-vehicles, and we are already working with some brilliant companies from Shenzhen in the change of our transport system, especially buses and taxis. And also we want to bring our IT sector to cooperate actively to project also the Chinese IT sector to the Latin American market. What are som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you see i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hip?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bit far away for us, but this is the right moment to jump all those distances and begin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And I think all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re open to this new phase where we can really put our people together to generate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to put in the center of our agenda. I anticipate that the call made from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bring all president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作为世界观察中国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今年的中国两会有哪些议程备受瞩目？外眼又关注什么？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今天的嘉宾是马尔代夫前驻华大使、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创始人莫瑞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出炉之后，莫瑞德先生也是第一时间了解阅读。他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自己从中看到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信心和希望。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超强动力，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当前，中国正坚定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As you know, China has been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tabilized and a steadily growing economy in China is important for enhancing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managing overall social stability and securing hard-won achievements in development.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23年中国 GDP 增速目标设定在5%左右，作为预判中国全年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参考。莫瑞德用稳中向好一词形容他在听到这一目标后的直观感受。China's economy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glob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o achieve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hina is the main global supply chain for economie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echnical innovation should be the top priority. I'm equally concerned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2012年到2014年间，莫瑞德担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卸任回国后，他在2016年创立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至今已经派出280名马尔代夫青少年到中国访问，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南京、扬州、苏州，最北还去过哈尔滨。In the interview last year, you told me that culture is the bridge between countries. Since China has already optimized its COVID response, will you organize students to come to China this year? Of course, our association, China Maldives Cultural Association, is very delighted that China optimized already its COVID response. We plan to send Maldivian youths to China in December 2023. Also, we plan to have a Maldivian Cultural Festival in China in 2023.